这几年呢，漫步者推出了极具性价比的头戴式降噪耳机 W820NB 系列。这个系列一共有3款，分别是经典版、双金标版和空间音频版。820系列以其卓越的降噪性能和出色的音质表现，再结合它的亲民售价，直到今日依然还是降噪头戴耳机品类的热门产品。但今天我并不打算聊它，而是我手上这副耳机，漫步者全新的 W830NB。在 W820NB 系列似乎无可升级之后，全新发布的830又有哪些令人惊喜和创新的升级呢？它是否能够从上一代手里接过性价比之王的头衔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入手的这一款是一个白色，另外它还有一个灰色和蓝色可以选。包装比我想象中的要纤薄，正面最显眼的就是这2个 Hi-Res 的小金标，以及下面的 LHDC 5.0 的边界码 logo。此外，包装的侧面还印有产品的其他亮点。打开包装，里面就是常规的说明书和保修卡，以及 A 口转 C 口的充电线。我们来直接看看耳机的本体吧。耳机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非常不错，整体很时尚清新，而且设计上相比 W820NB 有更多的升级的处理，特别是调整后的耳罩部分，很好规避了它长得很像索尼的尴尬，这个我要给个好评。耳机整体采用了塑料材质，但是伸缩头梁这里升级成了金属材质，能够提高使用寿命。重量控制的也还不错，仅为265克。头梁与头部接触的位置采用了蛋白皮材质，质地柔软也容易打理。耳罩部分更是用上了漫步者专利的零压感技术，对戴眼镜的小伙伴更加友好。W830NB 的耳罩支持向内折叠，相比较不能折叠的830进一步提升了它的收纳能力，这一点也要给个好评。但是这次漫步者并没有给它标配收纳包，对一款主打降噪功能又有着明确便携需求出街的耳机来说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。而性能方面 ，W830NB 的降噪能力进一步提升，相比较820经典版的负42dB 的降噪深度，830提升至负45dB 的降噪深度。在我实际体验当中，这个降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不仅如此通过漫步者官方的 APP， 还可以为830切换到包括深度降噪、舒适降噪、宽频降噪、防风噪、环境模式在内的多种降噪模式，可玩性和实用性都非常之高。这也是弥补了820系列在这方面的不足。而音质方面W830NB 发声单元采用了40毫米的镀钛复合振膜，支持 LHDC 5.0 高清边界码，有线、无线的 Hi-Res 双金标认证。在播放设备支持的情况下，最高可以享受 192K 赫兹24比特的无损音频播放，这个表现是相当的顶了。但值得注意的是苹果产品就不支持 LHDC 了，所以我这2个小金标就点不亮了。但好在它的硬件底子还不错，音质表现十分能打，而且它的蓝牙也升级到了 5.4， 相比 5.3 之前的版本，它的数据传输会更快，信号会更稳定，功耗也会更低。说到功耗漫步者还给它配备了一颗大容量电池，标准模式下单次充满电续航直接干到了惊人的96个小时，相比820系列多出了1倍的续航。按照我个人平均每天3小时的使用习惯，1个月充1次电感觉问题不大，日常使用体验直线飙升。其他方面呢，该有的配置也给它配满了，比如游戏模式空间音效双设备连接、手势操作、降噪麦克风等等，这些我就不一一展开讲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入手后自行研究。总的来说漫步者 W830相较于上一代820系列来说，升级还是非常之大的，无论是降噪深度、音频表现还是续航能力都有着明显的提升，在佩戴舒适性和外出便携性上也做出了优化升级，同时增加了双设备连接等这样一些人性化的小功能，也提高了它的实用性。看得出来这是一款诚意十足的产品。虽然它的售价相比于上一代820系列略微提升，来到了400元的价位，但我个人认为它依然是一个性价比十足的产品。如果你的预算在500元以内，就想买一副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的头戴式降噪耳机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去考虑一下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你对这款耳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还不错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殷晓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